迎各位读者和两位作家参加我们今年的中欧文学节。那么今年由于在疫情之上，我们选择在线上见面。首先欢迎波兰的作家沃伊切赫先生。Hey, hello, I'm Wojciech Chmielarz, and I'm very pleased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欢迎欢迎。沃伊切赫先生呢，在1984年出生在波兰，是目前波兰最受欢迎的犯罪题材的作家。那么他是从新闻界跨入文学界，而且是从事的工作对现在的写作非常的有帮助。他曾经在一个网站担任编辑，是从事这个安全主义恐怖还有犯罪题材。所以沃伊切赫先生一直是一个保有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对，那么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沃伊切赫先生来朗读他最新从转变的一部成功之作，叫《毒蛇之血》。并且沃伊切赫先生的写作呢，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中欧文学节给到的主题——恐怖、惊悚和犯罪。他的作品一直围绕在这个主题之间。好的，下面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青年作家蔡骏。蔡骏1978年出生，从22岁开始写作，是目前中国乃至全球最具销售潜力的悬疑小说家之一。那么跟威切克先生非常相似呢，蔡骏先生也是担任一家悬疑世界杂志及网站的主编，并且他连续15年保持中国悬疑小说的最高销售记录。他一会儿也会将给我们带来他的英文版，以及2018年在北美和欧洲上架的作品《生死河》，也非常期待他的朗读。好，欢迎两位作家，也欢迎在线的读者，今天一直跟我们做客中欧文学节。那么首先，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从欧洲开始谈起。我们非常想了解一下，沃伊切赫先生，现在波兰的文学状况是如何的，并且您是否了解您的读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那么年轻的一代更偏向阅读什么类型的小说呢？ Well, this is a very wide question because literature is quite rich. Last year, Olga Tokarczuk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So, but for me, I'm a crime writer, so I'm writing about crime, about murders, and so on and so on. My readers, most of them are women. It's something which is, I don't know how it is in China, but in Poland, most of readers are women. So when I'm writing a book for women. And wha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for modern Polish writers? We are dealing with, I think, with something like generation change in Polish literature. We are the new Polish writers are dealing with modern times, with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in Poland and in Europe. So this is our main topics right now in Poland. But what is related to our topic, the most popular genre in Poland right now is crime fiction, and the horror stori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because the horror, besides Stephen King's books, was not present on Polish books market. But right now, the Polish authors are starting to discover horror. 我对沃伊切赫先生的工作经历是十分好奇哈，他因为从新闻界跨入文学，而且他主要从事的工作跟安全恐怖和犯罪都有关系，所以我想问问他的这种从业的经历，是不是对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大的素材和帮助？另外，他在写作的过程中，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他是如何掌握的呢？Okay, so yes, of course, it was very helpful, my to create my work, because on one hand, as a former journalist, I have a skill to do research, to find the stories, the information that are important for my fiction. And during my work, I have met a lot of policemen, a lot of former secret service agents,
a lot of private investigators. I have been talking to them. I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ir work from them, and right now I'm using this in my fiction. And as for your last question, it's hard to explain. It's hard to understand. Sorry, not understand. It's hard to explain. Um, I'm trying, to build, the solid wall between uh, my people I have met in my lifetime and between my fiction. I don't want to have them anything in common. When I'm writing a fiction, I'm not describing someone who I have met. I'm describing someone who was born in my imagination. 第二呢，第二个问题让我们转向中国哈。蔡骏是中国悬疑小说的冠军，他的作品可能离犯罪和恐怖稍稍远了点，是吗？蔡骏。然后，但是我们的销量在刚才谈到波兰的文学，现在犯罪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那么在中国，好像我觉得悬疑小说也在经历这一时期。蔡骏的小说总销量看到已经突破了1000万册啊，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并且他也是在一直从事悬疑网站呀、跟这个Wojciech有相同的工作经验。那么蔡骏，你是否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悬疑小说的流派，还有子流派哈，以及你认为中国悬疑小说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发展历程？谢谢。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也非常高兴能够认识Wojciech先生。就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其实就我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类型，其实我认为是包含了犯罪和恐怖在内的。悬疑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类型，它下面包含的我们以前所说的侦探啊、推理、犯罪、恐怖、惊悚、哥特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啊。所以我把它当做是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其实包括我自己的个人的创作的风格，其实也是比较有很多的变化。从早期的偏向于惊悚恐怖，然后呢到中期的其实更像是犯罪的悬疑的讲各种社会问题的，然后到现在又有新的变化的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在一个大的悬疑类型的框架下，进行创作。那么我们中国的悬疑小说也包含犯罪啊、恐怖等等，其实呢，历史还比较短。严格来说，就是最近20年来开始有大的发展。我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病毒》，那很可能也是中文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的惊悚小说，或者说悬疑小说。在此之前，可能中国有一些零星的，但都构不成大的体系啊。可能最近20年来，这个关于悬疑小说方面的作家还有读者会越来越多，而且发展也会越来越丰富，各种不同的前面说到的悬疑啊、犯罪啊、推理啊等等不同的分支也会越来越多。谢谢。那刚才蔡骏也讲过，悬疑小说在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类型哈，而且他本人也是我认为是第一代的作者了。那相同的，我们可能也是培养了第一代的读者。那么，我想问问蔡骏，我们如何在短短的20来年间是能够超越，或者是能够赶上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这种发展的？我是在讲悬疑小说这个类型哈。好，其实呢，悬疑犯罪包括惊悚小说的历史，在欧美其实已经有200年以上了，确实是非常的悠久。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的19世纪的福尔摩斯，从那个时候开始，更早有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之类的。那么
我觉得当时在19世纪的环境当中，其实是有一个工业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背景在所以我觉得悬疑、惊悚、犯罪这个类型，就是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为基础。那么我们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社会环境的土壤。那么进入到了中国最近20年来的高速的工业化的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那么其实悬疑惊悚这个类型自然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中国呢，始终是一个文学大国虽然我们说可能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现在还不是很高，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中国有那么几千年来的文学创作和阅读的这样的传统，中国又有那么多的人口，所以说一定中国会有大量的这样的类型的读者和作家出现，而且是会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从创作水准上来说，可能跟欧美包括跟日本的顶尖的悬疑犯罪的那些小说作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的作家有一个至少他写的是中国的故事。那么中国的故事本身来说，它有很多的特点。在中国跟欧美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底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社会的种种的风貌种种的样貌，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然跟欧美人也不一样，所以说很难用谁高谁低来进行比较。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悬疑小说、犯罪题材，不管作家还是读者的水平提升都非常非常的快。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跟欧美处于相同的水准。我们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中国的悬疑小说的发展历程。那么，当然对全世界的读者来讲，犯罪推理悬疑小说肯定是受到欧洲的作品或者欧洲国家的作家的影响比较多。那刚刚蔡骏也讲到柯南道尔我想先问问威切克先生，他在这方面的这类型的小说当中，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多，或者是他在这方面的写作当中有没有自己的文学领路人？谢谢。Okay, but first I would like to add something to what Mr. Saijun said,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unbelievable. Because I couldn't agree more. You know,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Poland in development of crime fiction are fantastic. We don't have a crime fiction, horror fiction tradition in Poland, because also as a China, we have been throughout our history more agricultural society than industry, and also crime fiction in Poland just exploded in last 20 years. I remember there's a the most important crime fiction prize in Poland. It's called the Great Caliber, and in the first edition, something like 20 years ago, there were 4 books nominated, and there were the only 4 books which was published, only 4 crime fiction books there were published in Poland that year. Right now, they are something like 300 crime fiction books by Polish writers published in year in Poland. And also, I couldn't agree more about what Mr. Saijun said about, that it's important to find your topics both in China and both in Poland, and our crime fiction language. Right, yesterday I started reading Mr. Saijun The Child's Past Life, and wha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for me in that novel, it is how i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rime fiction.
Answering your question, we have a lot of great crime fiction writers right now in Poland. We have Zygmunt Miłoszewski, we have Anna Kańtoch, we have Jakub Ćwiek, even Olga Tokarczuk wrote one crime fiction novel. 刚刚我也在讲哈，他们就是肯定是受到欧洲的文学的影响会比较多。那相同的问题，我是想跟蔡骏老师交流。中国的这种推理悬疑小说，我认为好像我们还是受到亚洲或者再具体一点日本文学，是不是他们的影响会更多一点？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二战之后，推理犯罪小说在日本的这种崛起，因为他们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又弥漫着浓重的反思的氛围。包括松本清张啊、东野圭吾等，都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很早就能看到的作品。可能我们的中国的写作是不是更能受到日式社会的派的这种推理，而不是西方的那种风格哈？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或者是亚洲作品在此类型中有不同的之处？所以这个问题也跟蔡骏老师想要有个交流。其实欧美和日本的作家对我来说其实都有影响。欧美的，比如说早期的推理小说黄金时代那些作家就不说了。那么近几十年来的，像斯蒂芬金，美国的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然后日本的作家呢，刚才您提到的像松本清张啊、东野圭吾啊，当然，这些作家在中国的影响力都特别大，尤其是近10年来东野圭吾的作品，因为它的量特别多，也确实是影响了，不仅仅是影响了我们这有一批作家群体啊，还确实是在中国社会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啊，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文学领域了。但是呢，对我来说，欧美和日本，其实他们都是一种外来的影响。尽管来说，我们说悬疑惊悚这个类型是外来影响到我们中国的，但是呢，所有这一切我都会发现，不管是欧美的还是日本的，跟中国有一定的文化差异。哪怕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跟中国人的审美呀，思维比较接近，但实际上仔细看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代表作的这些人物的，文化背景、人物的行为逻辑，还是跟中国人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形成符合自身文化背景的，这一系列的，我们的风格吧。我们承认自己受到了很多的欧美啊、日本的这些影响，但是我们会在这些影响底下形成自己的风格。谢谢。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一个严肃的话题哈，因为2位作家都是受到了很多的文学奖项的殊荣。那么在中国呢，我想也跟欧洲的读者或者跟作家介绍，我们官方也会举办不少的文学奖项，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非常细分的类型文学。有可能现在有科幻奖的独立存在哈，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犯罪悬疑这类的小说奖。那像因为我们像威切克先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文学奖主流的是4种哈，是分别以中国近代史上最有成就的作家命名的文学奖。基本上这些奖项都是围绕长中短篇小说以及部分戏剧和散文的这种颁奖，就是说我们的小说并没有那么细分的奖项。那么这个情况在欧洲可能是并不多见。那么我想先请威切克先生介绍一下波兰的主流文学奖，以及您比较感兴趣的欧洲文学奖是什么样的。So about awards in Poland, in Europe, well, right now in Poland, I think we have 3 or even 4 important prize for best crime fiction. So sometimes it can be funny because you can have 3 different books who can be named the best crime fiction in Poland this year because it won the award for best crime fiction.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 lot of awards in Europe. The Silver K in Scandinavia, in Sweden, as I remember, the Gold Dagger in England. So there are a lot of awards, only for crime and mystery fiction. I think it is because the critics strongly, are strongly interested in crime fiction right now. They are reading this book. They are writing about the crime fiction. They are trying to analyze crime fiction and find out what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Becaus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crime fiction is very important genre. You can do a lot of wonderful things in this genre. So we treat crime fiction in Poland and in Europe very serious. 我们也期待我们中国的文学奖也能够像欧洲一样是百花齐放的。那蔡骏，想问问你，看看平时偏爱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而且想简单请您谈一谈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谢谢。我先说一下前面那个问题啊，关于文学奖项，其实呢，我们国内也有关于悬疑犯罪类型的奖项，我自己就主办过只是主办了1届，然后呢，我们第2届还没开始，我相信以后这样类似的奖项会越来越多，然后呢，再说到我自己文学的偏爱，其实我偏爱还挺多的不局限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悬疑犯罪的领域。我其实自己平时阅读历史包括纯文学其实都有。其实我自己现在的写作也有，比如说我马上要出版一本新书，其实就是纯文学的一个长篇小说。可带有一定的悬疑犯罪的元素，但不是很多，更多的还是现实主义的纯文学。所以我开始写这些类型，写文学作品，其实是受到了很多不同的作家的影响。比如说我最早2000年左右吧，在当时最早的榕树下网站当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篇的短篇小说是受到了王小波的影响写的就是然后呢，写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前面说到的病毒其实源于一次跟一个网友很有意思的一次打赌。我说我能够写像有一个恐怖片叫《午夜凶铃》，我说我能够写像《午夜凶铃》那样的故事。因为我当时看了《午夜凶铃》的电影和他有小说原著，我也都看了觉得其实写的挺好的，他那个小说原著。所以说呢，就受到那个影响的话，就写了自己第一本书叫《病毒》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可能是以悬疑犯罪惊悚为主的。谢谢蔡骏刚才他提到的作家王小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午夜凶铃》确实也是一部非常恐怖的片子，它至今影响了我，不敢再去看日本的其他的这种题材的影片。那其实我对东欧的文学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从它可能距离我们中国的读者更近一点。那从女沃什到波兰的女诗人西姆波尔斯卡，她都是我们非常热爱的波兰诗人。那刚才蔡骏谈到了一部电影我正好想问问2位作家，因为你们的作品通常都会被大量的改编成舞台或者是影视剧，那么你们如何看待文学和影像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先请Wojciech先生来谈一下。So first of all, The Ring was great, fantastic movie, and I just remembered that I also very like Infernal Affairs, the Hong Kong version, of course, of the movie, not the Martin Scorsese one. But back to your question. I seem that the television, because my book, The Vipers Den, was adopted to a TV series. I see it as a different part of art. The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I think
I feel like I give my book to some other person, to make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completely new, only based on my book. Wha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o understand, that the movies, cinema, and literature, these are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If you are a good writer, it's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also a good screenwriter. Or if you write a great book, it doesn't mean that this great book will make a great movie.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 and you have to think different about movie and the book. 好的，蔡骏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体会呢？其实我的作品改编的挺多的，有5部电影、2部剧，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改编。我自己也参与过一些影视的编剧的工作，确实就像刚才，Wojciech先生说的，我们小说和这个影视剧其实是2种不同的工作，2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影视作品更多的是，导演的作品。而且它是一个集体的工作，不像我们写小说是一个个人的工作，个人能够去完成它，个人去把握好它就可以了。但是呢，优秀的影视作品的改编也确实是会帮助，这个文学作品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当然，除非说你写出更伟大的杰作，那可能是，改编起来会，更加困难，因为我相信伟大的杰作可能是不太适合改编的。好的，谢谢蔡骏。那么由刚才的问题呢，我也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在中国，犯罪题材的作品，如果需要改编成影视剧，或者是怎么样，要经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审查，可能才能够出版或者是播出。想问问Wojciech先生，在欧洲或者波兰有没有相同的境遇呢？ No. We don't have any sort of censorship, nor in Poland, nor in any European country, as you think about European Union, because of course in Russia or in Belarus,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那么2位作家与自己写作的题材保持的距离是截然不同的。那威切克先生，我认为他可能是这一题材的近距离的写作者。那蔡骏的工作反而是保持距离的哈。那您是完全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完成这么多的作品吗？想问一下，您这种惊人的创作力，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这种持续的能力？或者您今后还会面临什么样的写作的挑战呢？好，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近距离的写作，近距离的在观察生活。因为我觉得其实，好的故事素材，远远不止于来自，新闻事件。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处处充满着各种未知、各种故事。其实我们说什么是悬念？悬念就是生活当中的各种未知，各种的小的细节。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其实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内心也都人生活当中处处充满着压力，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没有把这种压力给爆发出来。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我们只是写出了人生当中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它没有真实发生，但它是有可能发生的，或者说即将发生，还未发生，那这就是小说。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作家其实都在他的生活的周围有着无数的素材，只是取决于我们有一双敏感的眼睛发现这些故事。谢谢。同样的问题也是想问一下威切先生，他在目前的写作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困惑？是否遇到了什么困惑？以及他如何应对新的写作挑战，并继续保持这种畅销的这种创作热门作品？ Well, if 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correctly,
I agree with what Mr. Saijun said. Of course, you are writing, even if this is imagine fiction, imaginative fiction, you are writing it, from your head, from your heart, and this is always based on your emotions, your what you have seen in your life. This is on the one hand, what is about, what I'm afraid of, in future. Writing is very it's just hard, it's a lot of work, even emotional one, you put a lot of heart, a lot of emotions in your book, in my books. And it's always hard, when you stop writing, when the book is finished. You think, you feel like you are, I would call it empty, and it's very, very hard emotion, uh, I'm I can say that I'm kind of sick because of writing my books.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面呢，因为也留给了两位作家相互提问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够探讨一些更能深入化的问题。好的，那想问一下，那个是蔡俊先提问，还是？好，那我来先提问吧。因为我知道现在，欧洲的疫情比较的严重。这个疫情呢，我觉得是2020年最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文学家来说呢，对于小说家来说呢，其实我们写的是生活。我们大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每一次的巨大变化，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也相信，这次疫情之后，很多作家都会把目光去关注到疫情因此而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社会变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体还是家庭，甚至社会带来的巨大的变化。那么我就想问，就是威切先生在波兰所遇到的疫情，以及对于波兰的文学界对于他的未来的创作会不会有的一定的影响，或者说会有新的变化？谢谢。Okay, it is very hard question to answer because the pandemic is still on. Right today, here in Poland, we have 20,000 new cases in the 38 million country. It's hard to know how the pandemic will change the world, will change the literature, if it's still going. We don't know how it's gonna or when it's gonna to end. So this is the one thing. But some things I think we could say. First of all, the pandemic, proved that people still need books, that people still need culture, that people still need good storie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What is different that the COVID, and so on, and all the troubles it caused. What else? I don't know how the literature will change the crime fiction, because for me, in my works, I'm moving away from the pandemic. I'm still writing about pre-pandemic times, because I don't have the courage to write about the pandemic, the COVID, right now. I think that I need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to think about how it's changed the world, the culture, me, and I need few years to think about it. I have a very specific
questions, two questions. One is simple. I want to know who are your favorite crime fiction authors, and the second one is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when I'm reading crime fiction nove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m looking for the differences. What is specific for crime fiction. I don't know. In South America, I found that crime fiction from there is all about politics. I would like what are the main topics for the Chinese crime and mystery fiction? What are you writing about, and what is important in crime fiction for you?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对我来说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犯罪小说的或者说惊悚小说作家是美国的斯蒂芬金。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后面的问题呢，在我自己的创作的话，因为我有不同的风格吧，我的早期的作品的风格呢，其实它的素材还是来自于想象会更加多一点，但是会带入到不少的中国的传统元素。传统文化的元素，比如说，一些民俗啊、历史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元素啊。但是呢，在我的后半段的近10年来的创作呢，那就更加的去关注于社会现实，就当下的发生在中国现实世界、现实社会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问题，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当下的故事。谢谢。那正好在这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结束的时间。再次感谢中国文学节以及维切夫先生在一大早接受了我们的线上连线，还有蔡骏先生。希望我们线上的读者继续能够关注中国文学节的接下来的文学活动。谢谢大家。我们也希望这次中国文学节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结束。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维切夫先生和蔡骏先生能够通过 email 建立一个长期的友谊。今后更多的时间，我们在线上多做交流。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lovely to be the part of the event.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s. 好，非常感谢大家，谢谢。OK，拜拜。